上美国，我是 Lydia， 创办人、主编、主笔、主播。我们知道，川普总统正在推行一场大刀阔斧的经济改革。那么，作为基层民众，我们理应支持。短期的阵痛是通往长期繁荣的必经之路，但是为什么呢？我们希望为下一代打造一个真正具有核心实力、硬核实力的美国，而不是继续依赖以金融为主导，逐步放弃制造业，只注重消费，但是不再生产的畸形的经济结构。之前呢，美国多年陷入这样的局面，政府部门通过制造就业数据来营造表面的繁荣，而不是依靠私营企业的创新和活力来提供真正可持续的工作机会。同时，虽然硅谷等地科技行业迅猛发展，但却越来越依赖外国的人才输入，而美国本土中产的存在感正在被严重的削弱。现实中呢，美国有超过2%的人口教育水平在高中及以下，这就要求经济体系中能提供大量适合这类群体的就业岗位。但是当下这种失衡的经济结构，使跨国公司以东西两岸精英受益最多，瓜分了大部分社会资源和利润，而广大普通民众却被边缘化，难以分享到所谓的全球第一 GDP 带来的成果。我们是时候从口号走向行动，真正将资源和政策倾斜给美国心脏地带的广大人民群众了。这正是 MAGA 草根运动的核心所在。支持这场运动的人，无论您是建制派体系中的一员，还是与基层劳工朝夕相处的普通公民，都应该从理念支持转向实际行动，推动川普总统的每一项具体政策的落地。那么川普总统的经济改革目标非常明确，就是为中产阶级创造更多高薪稳定的就业机会，同时带动创新、管理等高附加值产业的发展。有研究显示，一个制造业岗位可以带动多达9个相关的岗位的增长，这才是打造健康、可持续、由中产构成主体的纺锤型社会结构的正确方向。川普政府中负责经济政策的几位核心官员，我是认真看过他们的很多访谈，他们并非高高在上的理论家，而是亲身经历过经济起伏的实干者。财政部长 Bessent 曾经在童年时候经历家道中落的人生巨变，商务部长则在911中失去了整家公司，但从废墟中重建，他成为华尔街最励志的传奇之一。他们这些人都不是冷冰冰的官僚，而是真心实意的希望改善美国中产生活的人，他们的诚意透过屏幕都能感受到。财政部长还多次表示要推动全民金融教育，提升大众的财商。那么了解这些背景之后，我对他们的信心更加坚定，也愿意全力支持他们的政策方向。近期虽然股市上出现了一定的波动，但正如财政部长所言，川普政府不仅依靠关税，还在推动其他一些政策，包括永久性的减税、简化监管等一整套配套的措施。一旦夏季减税计划通过，市场信心将大幅提升，为股市回暖提供实质支撑。更重要的是，川普的经济团队多次强调，健康的投资必须立足长远，而非只关注几天几周的涨跌。只有经济基本面真正实现结构性的优化，才是支撑股市长期繁荣的动力源泉，而不是依赖注射肉毒杆菌式的虚假繁荣来维持表面的风光。历史数据其实也验证了这一点。在制造业仍然是经济支柱的年代，美国 GDP 年增长率常常超过 3%。 但是呢，在美国去工业化浪潮之后，美国 GDP 的增长率却长期只是徘徊在 1.5% 到 2% 之间。那么事实证明，唯有重建强健、扎实、包容的经济基本面，才能带来真正可持续、全民共享的繁荣。